你觉得在 Google 工作的优点是什么？是蛮糗的。工作内容应该有3大类，一个可能跟数据相关的，因为我卖的产品是 Google Ads 嘛。Google 里面其实有很多非工程职位的工作，在 LinkedIn 上可以看到占比，我记得上次看应该是。大家好，欢迎回到职涯我想问系列。今天我们频道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我自己本身呢是他的粉丝，潜水已久。然后呢，这位来宾他在 Instagram 上累积了3万粉丝，主要分享外商职涯，还有留学申请。现职 Google 客户经理 Jason 学长。那我们先请 Jason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叫 Jason， 然后我目前任职于 Google， 然后是做大客户部门的客户经理，同时也在业余时间经营这个 Jason 学长的自媒体品牌，然后包括Instagram 啊、部落格跟 YouTube 等等的平台，然后主要分享职涯的体悟跟留学申请的内容。那我其实之前看过你的网站，我觉得你网站经营的相当认真，而且走得蛮前面的。那相信大家听到这边一定都对你感到很好奇。那首先我想要先从你的求学经历开始，就是我身边真的有很多工程师，那你的经历是我比较少见的例子，所以我很好奇你从商学院毕业以后，然后进入到 Google 的故事。Jason 当初为什么想要进入科技业呢？其实一开始想要进入科技业的原因是我在大学的创业经验，然后我那时候创了一个新媒体的经纪公司，然后跟很多国外啊还有台湾的 YouTube 合作，主要是 focus 在 BD 吧，因为我需要去发邮件啊，去邀约这些 YouTuber， 就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去邀约他们跟我合作，然后就有点像是做了很多这种客户开发啊、销售的经验。那段时间就反思了一下说，我到底喜欢什么，或者是我擅长什么，所以我其实很早就决定说，我觉得这个科技的文化啊，或者它的这种快节奏、自由弹性的工作氛围，就还蛮适合我的。哇，那我觉得你大学的时候算是很认真耶，就是大学通常会参加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除了这个以外，你还常常去反思你自己的未来想做什么，我觉得这是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你觉得你个人的优势跟强项是什么？为什么你觉得你这些特点很适合在科技业工作？就是不管大学的时候的创业经验，或是毕业后做顾问的经验，应该有2-3点是比较强的优势。一个是刚才提到的销售能力，第二个是专案管理，第三个是跨团队的领导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3个其实在科技业，尤其是我目前做的这个职位，就是销售啊、客户经理的职位，都还挺重要的。我觉得科技业它又是一个可以给我很快的这种及时回馈的一个地方，无论是这种行销活动的成效啊，或者专案的数据成长，很快就可以拿到 feedback。我觉得这点也是我还蛮喜欢的。我在里面做事情的节奏都需要很快、很分明、很精准，跟我个人的做事习惯或特质比起来，我觉得确实也是科技会让我觉得好像一直都有在进步。那很多人一开始听到 Google 可能都会觉得里面都是工程师的职位，但是我和你聊天起来，我觉得好像也有不少 non-technical 的职位。大家对于 Google 的客户经理可能都不是很了解，他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呢？分享之前我可以先声明一下，就是今天这个言论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就不是 Google 的立场。做这个 account manager 的时候，工作内容应该有3大类，一个可能跟数据相关的，因为我卖的产品是 Google Ads 嘛， Google 的广告，那我每天可能就得帮客户去挖掘很多数据啊，看他们的广告后台啊，去找出一些问题跟机会。然后第二个就是同时要扮演产品专家，面对客户第一线的这个销售嘛，那他在 Google Ads 有任何的问题可能都会来问我。然后第3个身份我觉得是有点像是内部的领导者或者内部的枢纽，因为我面对的是大客户，那他们的需求可能很复杂，那我很多时候就需要去协调很多 Google 内部的产品啊、技术啊，还有分析团队等等的这些资源，帮他们推出一个方案或者是服务这样。所以会有点像是 data science、PM 一点 leadership 的感觉吗？就是这3个技能都需要有。对，没错，我觉得总结得很好。那你认为客户经理这个职位他最需要的技能是什么？就一个是刚才有提到的 leadership 嘛，尤其我是大客户销售的这个部门，很常需要跨团队或跨部门的协调合作，甚至你需要是说服其他团队，让他们投入资源到你的这个客户上面。然后第二个是逻辑思考嘛，很常需要就是你去挖掘数据之后，自己可能需要去找出一些创新的点子，甚至把这些新的点子去 share 给团队做之后的这个最佳的 best practice。除了刚才提到产品知识以外，因为这个可能大部分应该都是加入 Google 在学应该就好，不是说一个硬性规定
定你一定要对 Google Ads 非常了解，那可能快速学习能力就会是一点。加入之后可以快速了解不同的产品啊，甚至快速学到这些行业知识，因为你可能也要对你客户的行业产业的一些动态了解，可能才会知道他们的需求，比如说他们竞争对手在干嘛这样。你最常跟哪些团队合作呢？一个是我们叫技术团队，尤其是广告上面有很多复杂的技术问题，就有时候他们可能要串接自己的 dashboard， 然后他们要把 Google Ads 这些数据串接进去，中间会有一些 technical 的问题。第二个最频繁合作的应该是 PM， 他们要推一些新的产品功能更新啊，然后他们会很需要一些这些客户给他们的即时 feedback。第三个应该就是有一些分析的团队吧，广告数据一多，那大客户那边应该会有很多不一样、很频繁数据分析的需求。你在跟我分享这些以前，我本来以为就是客户经理这个职缺就是很对外的，但是刚才听你这样分享，对内的沟通也是很重要，然后你们对内也需要跟很多部门进行跨部门的合作，然后再把这些内部资讯啦带回去给客户之类的。那我相信Google 内部一定有开发很多的工具，你会不会担心这个职位被 AI 取代？你有刻意培养哪一些技能去帮助你成为不可替代的人才？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好的，就确实最近会发现越来越多 AI 工具应用在公司内部，就不管是帮助你去销售，或是帮助你培养一些销售技能。我觉得身为 account manager 就是客户经理，或是跟 AI 最大差别是 AI maybe 比较擅长处理这些已知的数据嘛，但我们身为人可能比较擅长是处理这些模糊的人的问题吗？对，人的问题，就复杂的人际关系啊，或是模糊的商业问题。对于商业的敏锐度，就不只是说你需要跟客户打好关系，那你可能还需要了解客户他没有明确说出来的一些痛点，或者他自己有些哪些需求。比如说 AI 可以很好的分析广告的表现嘛，但是他没办法了解说客户的老板最近有什么焦虑，或者客户最近遇到什么挑战等等。这时候有一些商业敏锐度，然后甚至有一些创新的概念 innovation， 尤其在广告上能怎么帮他们达到成功，我觉得这应该是 AM 的优势。那刚才一开始我有听到你其实最一开始并不是在 Google 工作，之前是从事顾问业。那你有没有觉得从顾问业到 Google 的转职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你在这中间有没有遇到一些挫折？然后你是怎么样突破的？第一点可能是对于产品的不了解，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行销广告领域，加入之前真的完全不了解 Google Ads 到底在干嘛。加入之后，你可能要在短时间内学习好，在面对客户的时候，虽然你可能有一些不懂，那你要怎么维持你的专业感？那接下来我想聊聊，目前我也知道大家普遍在台湾常常会把外商跟钱多事少离家近画上等号，很多人就觉得在外商工作就很糗。那你自己的实际体验是什么？你觉得在 Google 工作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是蛮糗的，就是不管是工作环境啊、团队的氛围啊，或者大家都很 respect 彼此下班后的时间，就是你下班后基本上不会有人去打扰你。工时跟弹性带来的，就同时是双面刃嘛，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 job security， 或者至少你在工作上不会说你知道你未来10年会做到什么 level， 就等于说你可以探索的方向太多了，你得自己去找出自己的优势，然后在里面杀出一条道路这样。所以你会觉得就是里面其实是很弹性的，再加上工时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工时有点难界定，但我想你刚才描述的应该就是能不能把你的工作跟生活区分开来。 Work-life balance 是确实内部会蛮强调的一点，注重你的身心灵健康这样。虽然没有机会进去 Google 工作，但是上一次我面试的时候确实觉得 Google 的文化是很好很正向的，这一点从就是面试者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企业很用心的在维护你跟面试者这之间的关系，就有点类似企业形象的概念。那刚才听完 Jason 的分享，我开始慢慢有更了解 Google 客户经理的工作内容是什么。那接下来我想要请问的是，就是 Google 里面其实有很多非工程职位的工作，那占整体的职位大概是多少？除了客户经理以外，有其他适合文科或商学院学生的职位吗？在 LinkedIn 上可以看到占比，我记得上次看应该是20%到40%，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少。刚才提到说，除了客户经理这种销售的职位以外，其实还蛮多非技术职缺，比如说 HR recruiters 啊、PM 嘛，可能有包含 product manager、project manager 等等，然后同时还有一些 marketing。
strategy 或是 operation， 还有一些财务啊、采购等等的职缺。所以很多文商学生他们可能在想第一份工作到底要从事哪类型的领域，其实他也可以从科技业着手。科技业其实不完全都是只有工程职位，有些像是 business role 也是很多。从你是商学院出身的角度来看，你会建议文商背景的学生他们在大学期间可以加强哪一些技能吗？第一个可以快速讲一下，就是语言能力是尽早练习是越好。就假设你是个在台湾的销售，那你可能也是台湾客户嘛，那你也大部分讲中文。但你内部的话，比如说你跟主管啊，或跟更上级，就主管跟主管汇报，可能很常就会需要用到英文，甚至尤其刚才提到跨团队合作，你可能需要跟国外的 PM 合作。第二个是 hands-on 的经验，比如说参加一些实习啊、商业竞赛啊，获得一些跟企业合作的这种实际专案，然后最后可能就是 coffee chat 嘛，聊天的经验，在大学其实就可以开始。因为我那时候大学毕业前就去找了很多5到10年工作经验的前辈，就能够提前了解到他的产业期待的技能是什么，那你就可以去提前去准备这样。我自己也觉得在 coffee chat 的过程中，就是虽然你不一定要去模仿别人走的路，但是你可以从别人的经验去了解到说自己目前欠缺什么样子的能力，或者是还有哪些路可以走。那接下来我们来回到你就是在求职中的过程，你觉得你在求职中做对的3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个可能确实优势，或是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就是提前做这个职涯规划。就也因为这一步，所以我才会决定说大学可能先去顾问业累积一些经验之后再转职。其他的可能也是我觉得人脉跟 coffee chat 反而帮助特别大。那我觉得不只是带来内推这个好处，可能也是在 coffee chat 中间有聊到一些内容，让我提前去准备。我自己其实还蛮同意你刚才讲的，就是其实像我自己也是我就是一个很 J 的人，然后我也很习惯做任何事情都有规划，人脉 coffee chat 这些我觉得都是你一定要有刻意累积这些经验，不然这些东西都不会天上白白掉下来给你。大家都知道人脉很重要，但是到底有多重要？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多一点你因为人脉得到的一些红利？有2个场景吧，就我一开始大学毕业的前后那段时间很积极的在 coffee chat， 然后有去参加一些网络上的那种professional community， 可能在 Facebook 上有一些那种线上的专业的社团，尤其找不同行业的前辈，因为我可能在实习上没有那么多广泛的经验嘛，那一段时间反而是让我很快速的累积不同行业的看法。后来反而在转职上可能就更偏向利益导向了，除了内推以外，提前去知道说这个工作需要的挑战或是日常会遇到的事情。这点其实我也还蛮同意的，像其实我自己的经验也是透过人脉来拿到工作机会的。那我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我是怎么样去刻意的经营我的人脉。通常我在投履历的时候，我一定都会优先去看这个公司的职缺，我有没有朋友在这间公司工作。那如果有的话，我会请他们帮我内推。那有时候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可以拿到很多内部资讯，那这些东西都是你根本没有办法从 job description 拿到，然后甚至有时候透过这种内部系统，真的可以比较快的去拿到面试机会。内部的流程好像会比那种放进去一个 resume pool 还要更快。那如果没有人在那间公司工作的话，我自己也都会去 LinkedIn 上面敲陌生人，我就直接去筛那个公司，然后找一样职位的人，然后直接就发一个 LinkedIn message 给他们。很多人都会觉得 LinkedIn 是一个很炫炮的嘛，就是很表面的工具，大家在上面就是分享一些自己工作上很闪亮的经历。但是其实我实际用下来，我真的觉得在平台上面的人不一定是说每个人都愿意帮助你，但至少你需要踏出第一步去问，人家才有机会可以帮助你。我想要 echo 的一点是 LinkedIn 这个环境或者这个平台上面可能聚集了很多分享欲比较旺、很有经验的前辈，所以那个是很好或是很容易让大家获得资源。然后同时有很多弱连结也有帮助到我在求职前可能会一直都关注或是 follow 一些在我心仪公司上班的前辈们嘛。我刚好在求职的那段时间就看到有一个人发了他们内部的一些职缺，然后就直接投履历给他。虽然你会知道说你不一定发出去的讯息有人会回答你，我觉得就算没有回答你也没有损失，顶多就是被已读。
然后我当初有一个经验是我发出去讯息没有人回答我，但是过1个月之后他们那个 team 开始要招人，官网职缺都还没有开出来的那一种，然后我的履历就是直接给他们的 director， 然后我就直接进 phone call interview。 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是发讯息成本其实很低，只是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而已。我发现他们很多人也都是之前有受过帮助，前人种树他继续种树这样。对，那其实我自己也觉得人脉也是实力的一种。我知道其实很多人都很害羞，就觉得我不想麻烦别人，或者是如果被打枪怎么办之类的。那像 Jason 学长已经身经百战，你有没有一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慢慢去跨出建立人脉的第一步？我那时候确实在求职经历过我邀约 Coffee Chat， 也经历过后来入职 Google 就一直接受到 Coffee Chat 邀约的这2个阶段嘛。然后我觉得总结下来，第一步可能是先寻找出最正确的陌生人，跟你有一点共鸣啊，或者有一些 connection 的地方，可能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或是同一个行业，跟我同一家公司工作过。通常这种邀约你也不太好推辞，就接受度比较高。然后后面你可能就得去做很多详细的背景调查，你还是得先展现出你真的有做过功课嘛，不是说一份邀约讯息海投给大家，有点像偷窥一下他们的 LinkedIn 页面到底有什么工作背景啊，甚至他们的兴趣啊，他们工作专案等等，然后这样你就可以把详细的细节融入到你的这个邀约讯息里面，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你有在尊重他们的时间啊，然后你有一些用心。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是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吧，就是你想要通过这个 Coffee Chat 获得什么，比如说你为什么想要 Coffee Chat 的邀约，你是最近想要求职申请这个公司吗？还是你只想要探索？那你想要通过这个 Coffee Chat 了解到什么资讯等等？那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其实我 Coffee Chat 的经验真的很少很少，我大概就只有1场而已。那我那个时候会寻求 Coffee Chat 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已经进入到面试阶段，那个职位是我刚好相对离我以前的领域比较远的，但是我会很想知道我的面试方向应该要怎么样准备。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很紧，然后我会发现说其实大家反而更希望你直球对决，你想要什么你就明确的说，不要在第一封讯息的时候还看不出你要干嘛，那就是只有被已读的份。确实里面有很多小 paper 或者是需要在意用心的点。那哪一些人看到你就是觉得这个人很不用心，不是很想回答他？有2种，就是一种是太短，完全没有自我介绍，就单纯说我看到你在 Google， 然后我也想要加入，可以帮我吗？首先我不知道你的背景是什么，那 Google 也有很多职缺嘛，说不定你想要的职缺我不了解。另外面向反而变太长，马上抛出一堆问题，光打字或者回答你的时间可能就太久了，不如说你先精简你的需求。那你有没有一个步骤，或者是有没有一个架构可以让你去比较好着手去邀约Coffee Chat？ 整个 Coffee Chat 我会分成4个阶段吧。第一步可能是 search， 找到合适的人选，找出有共鸣的有相关背景的人，甚至你可以找到一些比较 junior 的人，可能他们的时间比较多，那你可能比较好问到他们问题等等。第2个步骤是邀约，就 ask， 写出一个高回复几率的模板啊。第3个后来就只是约到之后你要怎么去聊天，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就工作技巧外你要怎么问问题，然后你才能挖掘到你想要的资讯等等。然后最后可能就是一个 follow up，你只约过一次，只聊过一次的陌生人，去把它变成像一辈子的 connection。我在就是求职过程中，那时候约了很多在 Google 工作的前辈 Coffee Chat 嘛，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 Michael， 然后 Michael 他在 IG 上也有经营一个自媒体品牌叫 Acorn Academy， 然后那时候我也是通过 LinkedIn 或者 IG 去约到他聊天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 Coffee Chat 认识的陌生人，从网友变成同事，到现在变成一起合作开课的伙伴吧，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聊天，可能可以变成一套系统。所以我们最近推出一个线上课程叫零人脉也可以聊出职涯机会，中英文 Coffee Chat 的全攻略。然后我觉得里面有几点是自己最感兴趣的，可能是被邀约 Coffee Chat 的角度出发。 Michael 这边也会分享很多英文相关的，不管是你要怎么准备你的 personal story kit， 有些人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亮点是什么。我自己很期待这堂课的部分，是因为其实过去这种东西就没有人教你，你在学校根本不会学到这些东西，但是往往这些东西出社会之后很重要。那我觉得你们的课程架纲其实设计的还蛮仔细的，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被 Coffee Chat 的人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还有你刚才提到的他怎么样去把弱连结转换成职涯机会，甚至是私底下都可以变成好朋友的那一种缘分。很多人都说就是 LinkedIn 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型自嗨俱乐部，上面大家都会发一些很技术性的内容啦，或者是很就是职涯闪耀的那一面。但是其实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会觉得如果没
有 LinkedIn 真的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机会，然后尤其现代人生活都很忙碌，有时候其实别人要不要帮你真的就是一步之遥，那有时候你发出去的讯息就是让人一看不想帮，那你就丧失掉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那如果呢你也想要开始累积人脉，体验人脉为你带来的红利，欢迎参考 Jason 学长刚才带给我们的技巧。那影片的最后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内容，希望我跟 Jason 的访谈中可以让你带走一点收获，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最后，如果对 Jason 还有 Michael 即将推出的线上课程有兴趣的话，欢迎在底下的资讯栏看更多的资讯。职涯我想问，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